形出众，是不是就天下无敌？如果有人说，你这女儿长得很好看，马上黑脸。我不喜欢人家说我好看。之前我还记得我买车的时候，他帮我花我的 road tax 的钱。为什么你会觉得没有自信？入行之后才慢慢变得没有自信。有些人就是说，我的鼻子太高，他们说我的脸太方，所以我之前真的有考虑过我要磨小。收听收看《慧眼说亮话》，每一期呢，我们都会请到一些大家熟悉的艺人朋友上节目，和我们一起谈天说地，聊聊大家感兴趣的话题。是的，所以请 Like and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是，今天欢迎的是郑旭 ，Hello， 俊男美女。是的。你好呀。我们今天就直接聊这个外形出众是不是就天下无敌？是吗？其实这个话题，我觉得根本就是应该是句号嘛，或者惊叹号嘛。从小到大，我就天下无敌。首先，我们先定一下哈，这个外形出众。我先讲，我觉得跟年代不同，好像有不一样的。阿姐，是。我现在讲讲我们那个年代。好，我年轻的时候，很瘦很干瘪。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所谓的审美标准。我讲男生，第一最重要的哈，还不是脸，身材。第二个子要高。就这两个。在我出道的那个年代的时候，是很盛行，就是香港剧，那时候就很多体型啊，样子很娇美，很高挑。高挑也算因为那时候是钟楚红啊、叶子楣都很当红的时候，所以那时候的女孩子的标准很高，那要不就身材嘛，要不就是你样子那个身形就很美。女生好像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美的标准没什么很大变化嘛？你觉得有很大变化？有，我觉得是有的。我去看他们年轻的照片，还是很好看的。钟楚红，什么他们对，只要可能大眼睛，然后嘴巴小，脸小，身形娇小，我觉得大致上都是。但是自己哦，对哦，没有，你们在说自己。但我觉得男生的比较不一样。你的脸从30年前就可以是美的，对，不会过时的那种。对，我觉得现在不一样，男生。因为男生有点不同啊，我觉得，因为很多好像韩星，现在花美男，他们都很高，又花美男。对，那这个我觉得好看的标准，男生变化大一点，女生变化不是很多。不管哪个年代，好看是会不会走到外面就顺风顺水？我觉得这是肯定的，可能从以前到现在，只要人长得好看，就一定会有好处。长得好看的好处跟坏处是什么？可能如果长得比较好看，我会有多几个追求者，然后自然而然，对我自己也是会比较有信心那种，所以可能增强信心吧，就是另外一个好处。亮哥呢？好处没有坏处吧？好处是就是被大人喜欢咯。你长得好看会比较吸引女生嘛？然后其他跟你一起出去的男生会不会觉得是每次都是你比较吸引？在我那个年代，20多岁大家一起玩的时候，我是比较可以撩到妹的比较可以，这是事实。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当时都觉得上然后我撩到，他们也都很开心，大家都很开心。那有没有坏处？女生觉得你撩就觉得，因为你觉得你长得好看，然后就不靠谱。我特别喜欢，没有不靠谱啊，因为他就是长得好看，他就觉得。可是长得不好看也很不靠谱啊，我自己都讲不出来。对，长得不好看也很。不靠谱，所以宁愿选好看的，对吧？对。我觉得坏处就是人家会觉得你太过自信然后反感。因为有些人有可能就是太过自信，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长得很好看，他们就摆一个架子出来。在我的概念里，男生好像很少会因为外貌嫉妒羡慕的。我觉得我会崇拜，但是我们不会嫉妒。对，我听过。就像我从小记得的时候，我看戏的时候，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个演员叫 James Lai 吗？我很崇拜他，我说我长大后要像他那样。哇，那个标准很高。对，那个标准很高。颜值、身材什么都有。身材跟智慧。对，所以我讲，长大后我要像他。对，我觉得是崇拜，不是觉得嫉妒。女生就会看到好看的就会比较嫉妒。会吗？会耶，我觉得会。你嫉妒谁？我特别不喜欢那些看起来比较柔弱的女生，就觉得娇娇柔弱那种样子的话，我就没有很喜欢。小绵羊不喜欢的。
所以我也不算是，我不懂是嫉妒还是就不喜欢这种类型。很多女生会讲说不喜欢那种妖形怪状，对这种话啦，对不对？还要很装自己女人。但是事实上，我们今天聊这个外形的好处嘛，其实那种所谓的那种很一般意义上女人味的人，又长得好看的好处会很多哎。真需帮我拿一个，你帮我拿，你选哪个？他是那个比较柔软的一点的，对啦，对不对？男生比较吃这一套吧，就女生对啊，轻声细语啊，在旁边看了就很讨厌。很讨厌。对，王林，你可能很讨厌，我很理解啊。但是如果今天你有个事情要麻烦一个陌生男生，你一定不会，麻烦你帮我拎个包可以吗？你肯定。哎呀，好凶啊！太凶了，我觉得。也对，所以我就觉得我没有很受喜爱，因为很多人就觉得我的语气有时候很凶，样子也是。如果不认识你的人会这样。会。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也是这种反应啊，就是哇，好宁愿很难跟他讲话，我觉得我就不要跟他。我还记得第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还记得我们在班上2个人班上，我还跟他说林姐。我跟你讲，我第一次见到他，在我的班上，他给我什么概念哈？就是对，我是被逼的，就是长得好看，你就会给人有很多信号。人家说好，人跟人见面之后，语言只占很小部分，就是外形、肢体语言占60%到70%对一个人的理解跟了解。像我们刚才全部误会他，也是这样的，对吗？对。颜值高的女生据说不会跟颜值高的在一起。不会啊。我通常看到颜值高女生边上都有一个相对。这倒是在我听说过。会吗？会吗？你会觉得很漂亮的女生，就好像我以前学校的那些校花，她们旁边都会有一些比较不怎么是校花的跟班。真的吗？对，大家为了突出自己的样貌，像你们长得好的，你们不会去做一个人的跟班的。以前我是那个小跟班。你会特地选好看的人吗？也不是啊，就是因为你很少朋友啊，在学校哇，讲到好像可怜这样。我在学校好像还没有很多朋友，所以就刚好坐在隔壁或者前面都是那一群人，都是同样的，每天都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就想要说我可以跟你们做朋友还是什么之类，就玩在一起。但是结果呢，变成了小跟班，就要去帮他们买水啦那些之类的。他们没有欺负我吧？就是你很愿意，很愿意这么做，因为我觉得我长得那个样子，应该没有人要跟我做朋友之类的。你哪个样子？你以前跟现在变化很大？我自己觉得蛮大啦，大到好像之前有人问过我，你是不是有整过形？然后我就说没有，但是我的整容中心就是其实服兵役。就是对，因为我们服兵役的时候，我们要早睡，又要早起，对，然后要喝很多水。没有，可以讲一下你之前还没有当兵之前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照片呢？有，应该有。大概什么样子的？胖，看一下，还是很瘦。OK， 我小时候 Primary 4的时候，我记得看你胖的定义，要在 Tough Club 的，所以我每个 recess break 我只可以吃1粒苹果。你这样胖，可怜的。然后有时还要早去学校跑一圈。我那时候好像80公斤耶，for 一个 P4 P5 这样。OK，那是真的胖，那是对，真的很胖。这是以前的我，因为这不是最糟，这是中学时期。我觉得就是比较不会打扮。你真的有点不像你哎。对，这个不像。这个有啦，这个眼像吗？睛变大了。这个好像还真的有点不像哎。这个就认不出。你这个中学你拍的比现在还老嘞。对，很成熟，这个好像那种太过成熟去代表学校演讲会的那种。对，所以每次都被人家欺负，而且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你长得这么丑，应该没有人要跟你在一起，还是什么之类的。不是丑，就是属于那种老成。反正以年轻人的定义，这个算丑了。但是我跟你们说，长大之后会变的。大十八变。对。你觉得黛玉有什么不一样吗？后来人家说你像整过容。我觉得黛玉应该会比较好，就是说人家会给你一些免费的东西，好像你去买菜饭之类。如果安迪觉得你长得好像还不错，很可爱，好像我的孙子这样，就给我。之前我还记得我买车的时候不用给钱，也不是说不用给钱，他就有一个 rebate 这样，他帮我花我的 road tax 的钱。对 road tax 的钱是姐姐你的 agent 呐？姐姐对不对？就是对姐姐啦。对，她是阿姨那种。阿姨很喜欢小鲜肉。对，阿姨喜欢小鲜肉。我也说姐姐。郑经理美女应该更多吧？有啦。大哥今天买个东西给你。其实我不确定是因为长得好看的关系，还是因为我是艺人的关系。因为艺人在外面也是有很多好处的。你进这行之前，你就长着已经长好看了。
你又不是没接触过人。我已经很害羞哎，我小时候我害羞到，如果有人说，你这女儿长得很好看，马上黑脸。我不喜欢人家说我好看。有这种女生，为什么？很怪的。我不知道，可能太多人说了还是什么。太多人说了，重点。我不确定，马上黑脸会怎样？就生气白眼，就生气。不喜欢你说你好看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就可能觉得很烦，然后我不喜欢接触人，因为我看到人我就会躲到我爸爸的背后面，所以我不喜欢人家跟我说话。可是人家可能又觉得我可爱，就想要跟我说话，跟我哈拉一下，我不喜欢这样子的。我就看到小孩就是样子颜值很可爱的话，你基本上你就会很喜欢，就会很喜欢的去多看2眼，就疼他多一点。这个是，所以就人之常情，所以就说长得好，人之常情从小就无敌了啦。我觉得现在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你也别老说，我觉得是你长得好看，走出去基本上在第一眼赏心悦目。可是我觉得现代人未必，现代人看重这个人聪不聪明，有没有礼貌，都要看的。我们现在想象一个人，可能他长相一般，可是他一直笑笑很开心，见谁都很客气，或者麻烦你给我说，这样的人更受欢迎，不觉得？会。有的人长得很好看，可是反观人家，第一你不要太了不起，对吗？你不要态度不好，虽然你长得好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对，然后我们看太多，很容易看到帅哥美女，对。我认为除了好看以外，他要附带的条件，我们所看的样子不一样，因为以前要看到帅哥美女不是这么容易的，真的可以在电视上。对，我现在想到我小的时候，如果住的那边一条街上有一个男的长得好看，人人都知道，他只要经过很多人。对，姐姐妈妈都要看，因为没有东西看。对，除了电视上，就在生活中就那么一个。对，所以只有俊男美女才可以进娱乐圈了。我觉得比较容易进。对，然后第一步可能会先看外貌。对。然后如果你比较不出众的话，可能你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或者你有特别的才艺，或者你很会演，要磨练很久才会出位啦。我觉得。对，我觉得第一眼就是。好像我们去试镜的话，人家第一眼一定是看你长得怎么样，然后来下定论说你可以吗还是不可以。之后他们才看你有没有才华。所以我觉得演艺圈就是看外貌先，所以不是说完全不可以，但是我觉得那些外貌比较没有那么出色的话，因为现在可以做化妆嘛，所以我觉得以造型来换一个人的外表。但是第一眼那个导演或者监制第一次看就是看可以吗这个？对，我觉得年轻就是本钱。真的，你只要年轻都不会这样讲啊。对，年轻的时候你不知道，可是我觉得你年轻的话，你不妨一试。对，好不好看？如果真的是你想做的东西，我觉得你应该去尝试。很多东西的考量是好像你所说的，你入行之后你才知道你自己的斤两在哪。你以为我就最帅，你来到这里，俊男美一堆。我要怎么样出位，或者是我其实也不错，上镜，我真人还一般，我上镜很养眼啊，可能这就是你的优点，然后你再慢慢的去加。讲我的好朋友啦，汉伟，他入行的时候很瘦，就一直很瘦，就一个书生样子，然后那时候他要穿很多件衣服，就表示要穿的衣服，他要穿 T 恤啊，穿几件就让自己厚一些，所以就看起来没有这样单薄，所以后来对他就慢慢改造型。然后另外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例子就是谢韶光韶光其实入行的时候他也是科班出身的，可是那时候在开始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还好还一般，演的时候还 OK， 可是他慢慢就是从中找到自己的那个感觉的时候，哇，非常的厉害，在每一个他是演变态出名的，所以每一个变态里面诠释的感觉是不一样。所以演好人也很厉害，所以他基本上就是给人一个，就是从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才华里面，让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阿姐讲的这很有这个鼓励性。你们对这个整形在娱乐圈怎么看？如果整形可以让你更有自信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可是很多人，他们根本就没有解决那个自信的根本，所以他们整了之后，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要去整形，我说 OK， 如果可以让你更有自信，你去。可是整了1次、第2次、第3次，他的鼻子做了4次。哇，所以他根本就是没有自信啊，整形是帮不了他的。所以我觉得要改变的是内心啊，心理障碍。其实我是赞成整形的，因为以前我觉得我很排斥，可是后来我看了一个韩国的一个variety show。
一个团队整形的，就是他们去找一个路人，他真的有点抱歉的，可是他们帮他整出来这个样子，真的是整个是刮目相看的。所以我后来就理解说，如果整形的那个原先的那个开始啊起源，是不是因为会帮人家就提高自信而做的？因为之前我一个朋友的朋友，他就是整很蛮多的，而且他在网上其实是蛮出名的，红的一个人。但是名字，但是我在现实生活看过他一次，我就觉得哇，吓到哎，女的男的？男的，真的是很不一样啊，就是什么意思？真的看得出是他的脸就是很假，我觉得，但是他在照片上有可能，照片上其实已经觉得哇有一点假了，但是真实的时候有点像，更吓到，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要适可而止，不可以做太多。然后我想问红一个很好奇的，你说你以前没有自信，为什么你会觉得没有自信？我觉得我的没有自信是入行之后才慢慢变得没有自信啊，因为 OK， 我觉得我的长相还 OK， 也没有说。可是，就入行之后，很多人会批评长相。第一个批评的就是长相嘛。对。有些人就是说，哦，我的鼻子太高。他们因为我这边有一个骨，我不知道你们会明显吗？其实我是有哎。对他们就是说，哦，你鼻子太高了，你有没有考虑过要磨掉？然后我就听了，我想，哦 ，OK， 是吗？因为以前人家是没有鼻子，他们要去垫鼻子。为什么现在我有鼻子，人家要我去磨平？他们说我的脸太方，我有一点方，所以我之前真的有考虑过我要磨小，然后真的很沮丧，然后打给我的好朋友，我的化妆师，我的化妆师就跟我说，如果你去磨你的脸，你就会变成跟一般的网红脸一样了，这样。所以有人听取他的意见，所以我没有去改变我的脸型。然后跟着时间慢慢的成长之后，我觉得幸好没有去做东西了，不然的话我的脸就是网红脸。其实我能理解，就是入行之后真的会变得更没有自信。为什么？对，如果这张脸的话，很多人现在都会说，哦，你长得太过好像小 boy 那种样子，太 boyish 了，你不可以演那种比较成熟的角色。Which true 啦，我没有讲是，我觉得真的是比较 boy。但是如果我现在不是演员的话，我觉得人家会很羡慕我这张脸，因为我今年要30岁了，还长得这样，我觉得还长得还不错啦。我也很羡慕啊！我好羡慕，好羡慕。我觉得30岁，我觉得如果不是演员的话，觉得OK， 我可以长得好像很年轻的话，我觉得是不错的。但是你当了演员之后，就很多人会挑很多。你不要着急要演爸爸，你那么着急。别着急，而且有一段时期哦，我非常崩溃到我还去问我的朋友。有没有什么整形的一些东西，或者可以让你苍老一点？对，让我苍老，看起来比较成熟一点。因为我同龄的演员好像孙俪还有泽彤都比我看起来比较成熟稳重，所以我就觉得哇，我又不高又比较白，我真的是一个小男孩子一样。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们都走过那条路。我在20多岁的时候，天天想的，我们那个最流行一个词叫深沉男人。我怎么看都看不了，很生气哇！特别羡慕那种40岁以上的，对，他们怎么站怎么做，熟男超有魅力。对，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演员的话，有可能是 OK 的，完全 OK。因为讲真的，以前我在入行之前，我觉得我的身高是正常，我其实不矮，我是真的正常。对。可是我一进来之后，不正常。变成稀有，每个人都会批评我的身高，我说你太矮了，演不了主角。你有没有因为外貌上不自信过啊？当然，别人会比你更加的优秀啦，我觉得自己 OK 就好了。你看，你讲丽珍身材，我没她这么漂亮啊。比如讲身高，没刘琦这么美，就是没有刘琦这么高。可是讲气质的话，刘琦就胜人的。所以相比之下，3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各有特色，不是说特别谁是特别美的，其实要爱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然后就 OK 了。对，我真的觉得人比人气死人，是真的。找到自己的特色，可能入行的时候真的是俊男美女很多，然后你的标准又不知道跟着哪一个人走。还有那个就是艺人是不是一定要刻意减肥，一定要瘦，才算是最标准的？是不是？我不属于胖，我觉得我是有肉，健康的。可是我入行之后，有很多人说，哎，你再减。
可能我之前演118的时候，我刚进来的时候就有点肉肉的，还有资深演员跟我说我的大腿很像生过孩子的一样。这什么人很刻都有。薄。其实有些时候，我跟你说，有些这些话啊，也不要听了太没错伤身体。当下是伤到啊，对，一定伤到的我。觉得有些话不见得听，哦，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你看，第一标准每个人并不一定一样，这个是最大的不定。我先不说他好意还是恶意，就算好意，他的标准未必是标准，就这样。那后来你做了什么改善吗？ OK，后来其实每一个减肥方式我都有试过。你可以说 keto diet、intermittent fasting，什么减肥方式我都有试过。我还喝那个 detox drink，就给它排便的那种，是。为了要瘦身。那我结果我真的有瘦下来啦，可是不健康。你不健康的，你一定会复胖。然后因为我有时候忍着不吃嘛，可是到了一段时期，我就会拼命的狂吃，因为我心里面太想要吃了。可是现在这个阶段呢，已经慢慢找回自信了。然后我觉得什么最重要，那个 balance diet 才是最好的。很多人为了不要胖，他们不吃淀粉，可是我们人体是需要淀粉的，所以还是要吃，只是你要吃健康的东西，吃原食，还有运动，运动很重要。有一段时期我也是特想要去减肥，然后减了之后我觉得是有效，但是你会变得很情绪化，你整个人你对你情绪的那个转折波动真的是很大的，你会一下子开心，下一秒就非常的暴躁，你很容易发脾气。而且之前我吃东西的时候，我吃完我会哭，我每吃一餐我会哭，因为我会觉得我不应该吃。可是现在我才发现，我们人活着就是什么，我们的那个味觉是让我们快乐的而不是让我伤心的哎。做艺人很可怜，对吗？所以大家对肥胖的审美观是什么？我这样子，我觉得我不胖啊。可是对很多外人来说，就是说你有一点肉，你胖。所以很多中国的还有韩国的女明星，她们很瘦很漂亮，大家都很喜欢嘛。她们是underweight 的哎，对，他们那个标准设得很高。你有没有减过肥？ OK， 我其实从小到大都没减过肥。我以前的食量会吓到很多男艺人的。我是生完孩子之后，会开始长肉了。然后我的造型师就常看着我，哦，这很烦人，我。怎么办？衣服穿不下去，你自己想办法。然后那时候拍一部戏，我第一天，然后那导演看完了我第一个戏，他就讲，哇，你最近吃很多啊。他讲你的那个找不到那个 jawline 那个 jawline 跟那个脸就是连在一起，我就，哇，我觉得好辛苦哦。聊挺多的哈，最后一点时间大家再总结一下吧，好不好？阿姐先开始吧。我总的来说，我觉得人品比外貌更重要，因为我觉得日久见人心，一起相处，当然可能第一时间你看到那个人的时候，你会很喜欢，可是相处下来，你还是比较喜欢那个人给你的感觉。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不只是女人，男人也是。因为我们人的样子就是这样嘛，眼睛、鼻子、嘴巴，你还可以到怎样？所以有时候如果皮肤不好，你可以保养。可以化妆，衣着上可以做些打扮，还是可以很突出的。我就觉得从以前到现在呢，我学到一个东西，就是自己的人生活得精彩就够了。你不需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或者他们说的一些评语，因为到最后是你自己的人生啊，他们也不会还你的水电费那些啊，你就不必管他们太多，就自己开心就好。对，其实我觉得追求美好应该是没有错的，人人都是这么做。但是我觉得高光时刻永远是比较短暂的，那唯一可以长久的就是自信。自信是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加强，越来越成熟，那你的魅力也会出来。好说。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慧眼说亮话，有任何意见或者想法，欢迎留言。是的，请 like、share and subscribe。好，再次谢谢两位，谢谢谢谢大家。OK， 我们也要加油。你也很有你的型啊，亮哥的型。因为有时候我进来就亮哥今天好帅哎，我好有型哎，有的，亮哥。谢谢。OK 啦 ，Thank you，谢谢。Thanks for coming。